切上。如果你现在还在寻找有什么方法能帮你走这段路，泰勒想告诉你，这本书是为了我和过去的人写的。这本书是插画家泰勒·费德尔写给母亲的回忆录。泰勒刚上大学时，他深爱的母亲也被诊断出癌症末期。1年后，母亲去世了。母亲走后，泰勒以治愈悲伤与公主在人间强颜欢笑。直到4年后，泰勒才决心敞开心扉，用文字和画笔描绘出失去挚爱亲人却难以向他人讲述的感受。书中有泰勒从小到大与母亲相处的温暖回忆，母亲从爱爱到去世的过程令人心碎的琐碎小事，以及注视挚爱的母亲后却难以言喻的悲伤感受和对母亲浓浓的思念之情。这本回忆情感真挚坦率，又有小小的幽默，任何失去过亲人的读者都能感受到的治愈。献给母亲，我的家庭。第1章，我的妈妈。开始。泰勒·费德尔有才非遗。作者的简介：泰勒·费德尔，美国插画家，毕业于西北大学的传播学院。2012年，泰勒开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作品，不到5年就成为知名画家，其公司也成为知名插画品牌。他成为美国戏曲、中心频道和全球最大的体育节目电视 ASP 制作插画。一只孤独的小鸟，一只小鸟看着一只
2008年，我大一刚结束的夏天，医生诊断出他得了癌症。我上大2学期结束后的春假，他就过世了。我不是要当肥皂剧女主角，但实在是糟透了。我们的文化看待死亡的事态度很怪异，我们不喜欢触碰死亡的话题，就算讲到了也都是无味的，陈腔滥调，不然就是沉浸于过度轻松的电影里。人们认为死亡全都令人悲伤，有时令人害怕，但是委婉、羞耻和血腥电影这两种选项无法让我们与死亡建立了健康的关系。Hello， 我母亲过世了。当年我才19岁，满头卷毛、个性焦虑的我，突然发现失去了母亲，我的心就像心理治疗师形容的，仿佛坐在冰山上，漂流在茫茫大海。悲伤的心情，我心里很痛，茫然无依，但是最糟的是没有人想谈论这些。爸爸和2个妹妹要是随时坚定的盟友，但我们各自都有内心的悲伤要处理，我们没办法见树又见林。朋友很贴心，教授也很理解我的处境。可就算让我延期交报告，或是开心拼着游戏到半夜，都只是暂时的，没有地方能让我放下这股沉重的痛楚。我不想别人同情我，更不想让别人不自在。自己的母亲死了，还得反过来安慰别人，实在尴尬。啊，老天！我想要的不过就是随口就能说出我想念妈妈，不需要烦，不需要解释一大堆。还有，我也很想要的轻轻松松开玩笑，别人不需要自我克制，这很好笑，因为他已经死了，拜托。我到现在还在寻找是不是有什么书、电影、网站或短篇故事之类的能帮助我尽情拥抱悲伤，不需要压抑。读悲伤的小说，如何面对老去的母亲？给傻瓜的癌症晚期指南，回忆录纪念我逝去的雪宝。
身高1.70米，只有比我矮2厘米。他有2道弯弯的棕色眉毛，深色的头发剪成小精灵发型，前额垂下的一缕卷发是他的标志。性格造型，脸上五官都很有棱角，鼻子利落的完美，还有他不喜欢的薄嘴唇。他2颗门牙之间有一道可爱的细缝，手臂柔软，上面有雀斑。他的双手形状非常高雅，几乎不化妆，总是穿千篇一律的无聊牛仔裤、单色上衣和舒适的休闲鞋。闻起来经常是他拿几百支护手霜，其中一款的味道性质或者苛刻，他总不会忘了擦。每次我都称赞他好香，他都会说谢谢，我天生就这么香。公共场合他总是安静有礼，富有一种不妨形容成鬼鬼祟祟的幽默感。他的拿手好戏是在超市走过货架时，一脸正经，转弯时突然来个兔子跳，对你眨眼做个鬼脸，然后走进下一条通道，仿佛啥事都没有发生。有一次，他陪我看周六早上播的卡通，有一期洛克的摩登生活，他好笑。他跌下沙发，他逗我讲蔬菜这个词儿，再说一次，蔬菜。他还会模仿老剧《脱线家族》里面的真跳滑稽啦啦队的舞步，全神贯注的表情，夸张，要离地面2厘米。我小时候，他还发明了一种轻微吸尘器，帮我舒缓伤口的疼痛。有时候他会抱紧我，让我耳朵一侧贴着他，悄声说：“你有没有很高兴？我不是娇艳了。”那是我朋友妈妈的名字，其实她是位非常亲切的女士，只是不巧被我们当成是任何人，但是不是妈妈的暗语。他心里盘算，要是BP，他心里盘算要订比披萨来吃的时候，就会说：“我想来点圆圆的食物。”他总是有肢体接触来表达感情，但我们每次要过马路的时，他一定要牵我的手，连青少年时期也是一样。还有他喜欢眨眼，奇妙的是他眨眼并不让人感觉到诡异。左眼右眼，左眼右眼，左眼。妈妈讨厌打电话，但是她很喜欢做高空游乐设备。有一次，我们全家
送绯闻，心想他简直是个英雄，超担心他会死掉。我没想错，只是晚了几年才发生。我长大了一点，他开始拉我一起去玩这些游乐设施，我最后一定都觉得好好玩，可是这无助于天地之间的恐惧。怎么啦？你是胆小鬼啊？是呀，让你怕的吐出来。我牙齿大战，跟他在队伍里排了几个小时，想办法说服他放弃。我的胃或者后背脚趾好痛。你看那个穿魔术铁鞋的小女孩也要玩呢。还有一句被经验考验永远不会出错的话：只要妈咪在你身边，就不用害你就用不着害怕。在我长大停止叫她妈咪很久了以后，她仍旧这样说。妈妈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技能，总让我心生慰藉。她是拼字游戏的专家，打斗智人游戏更是厉害。因为玩太久，上手还蛮常出现，简直是20世纪70年代电视广告歌的活百科。大块好吃，牛顿无花果酱饼。他的字迹很美，清晰又工整，我好怀念。下面是他抄写的一段他喜欢的名人名言：我们只能拥有此刻，在掌中闪耀如新，一如雪花般笑容。善用它，不等到来不及。玛丽白杨，他恐怕是我
家总是在进行某种手作计划，像是不用打扮就能缝制新的靠枕。某个学校的活动写收件人姓名地址，联系他心目中的哥德式的书写体，或是第10次重新摆放客厅家具。每年万圣节，他都能用贴饰和旧衣服变酷的服装。不管我们小脑袋里的梦想是什么，他都使命必达。7岁的我偷偷的娃娃，名牌上是我的名字，里面写了生日。好贴心。4岁的柯蒂，红心皇后，用不同的裤袜和毛衣做的。2岁的史密塞娃娃公子，每个场合必备的魔法棒，钢琴掉下来的金属件用花朵装饰。最厉害的是他趁万圣节前一晚我们睡觉时全部都感知出来。他会说，我今晚会变身小精灵哦，就像同精灵的精灵写墙的剧情。然后带着他的热熔胶枪和一张卡里西蒙的 CD， 手捏脚的走向地下室。对于出生在犹太家庭的我们来说，小精灵恐怕是最接近圣诞老人的人物了。柯蒂和史宾塞在幼儿园时，妈妈独自替犹太和社区中心完成募捐活动需要所有的主题装饰，因而伙伴了社区执行义工奖。美人鱼小狮子，小熊维尼，他的专长是制作脸部相片板。这东西有个名字吗？他把图案画在泡沫板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简直为之疯狂，好有创意。我喜欢熬夜看他制作这些装饰吧，我可以帮忙吗？不行。厨房里的座椅被搬走，好通知空间。空间里弥漫着强烈的气味，被芝麻可比闻起来就像是那个颜色的东西。黄色的是柠檬味，红色的是樱桃味，蓝绿色不知为什么闻起来像芒果。香蕉、胶水、多芝
背叛，我最后还是说服他让我举办阿拉丁派对。我们本来就有的神灯玩具，阿拉丁风格的糖双子体，阿拉丁图案的包装纸。就算派对是在祖父母家的谷场举办，共用的2盘点蛋糕，大家还是玩得非常开心。我给妈妈最甜蜜的回忆，是我6年级时被她培养出的小型起床仪式。那时我即将进入中学，她2个妹妹还在念小学，只有我早上很早要起床。她会轻轻走进房间，滑进被子睡在我身边，看起来温暖又迷糊。我们会依偎在一起咯咯傻笑，好像睡一排对一样。然后她会把我赶下床，准备上学。那会让我很沮丧。我现在觉得那仿佛是妈妈要离我远去的隐喻。妈妈很神秘，又会安慰人，而且是那么的有趣。现在我愿意放弃一切，只求能跟她同意依偎在床上。让我联想起妈妈的真人和虚构人物伊丽莎白·詹姆斯饰演的演员娜塔莎·里德。理查德森竟然给妈妈同一个星期去世，因为优雅、富有想象力，又有点调皮。好莱坞演员叶米丽·柯蒂斯，妈妈剪这种发型一定也会这么有型，因为她也拥有短发人精力充沛的气场。实际演员蒂娜菲，你是动画《马尔历险记》里的猫妈妈的杜翠丝，我就是里面的长女玛丽。因为个性温柔又富而人心，还有她还生了3只小猫。戴安娜王妃同样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因为她拥有使人安心自在的温暖气质。欢乐满人间的魔法保姆玛丽不平时，尤其是还在第2层剧团时期的照片，超级像，因为她有深色的眼珠，尖下巴，非常聪慧皎洁。那是妈妈最喜欢的电影，因为不按牌理出牌，同时又有点傻气。第2章晴天霹雳。我高中毕业后没几天，我们全家就从芝加哥西北从小住到大的犹太社区搬到了佛罗里达。新家位于一个经营感很重的小区，伊利诺伊的勋贵鱼本国，佛罗里达的由于萨拉克松。我离家独自面对紧张焦虑的大学1年级，
为7天的破冰马拉松结束后，我才打算走上正轨。我主修广播电视电影，梦想有一天能进入我为戏剧狂的剧组工作。我上的课既迷人又刺激。我为戏剧狂是蒂娜非制作的美国情景喜剧。到了年底，我觉得我整个脱胎换骨长大了一点，比较能适应新环境了。我穿的是海军风的短大衣哦。我昨天半夜才和朋友去吃晚餐，我参加了一个派对，而且待了快1个小时哦。我要成为下一个蒂娜菲。学期结束后，妈妈飞过来帮我从宿舍搬家，我们简直是穿的母女庄严，只有鞋子不一样，快去换一双夹脚拖鞋。我们吃午餐时谈笑，得太开心，竟然错过回家的班机。下一班飞机要等到隔天早上才有，妈妈不想打扰住在附近的亲戚，我也不想拿我们找飞机上的苍蝇、保安的监视器找不到的地方。如果是和别人一样，那必定是场噩梦一场，但跟妈妈一起却是一场冒险。一下飞机，我的身体就告诉我到了佛罗里达了，好吧。放暑假回佛罗里达的家的感觉很奇怪。家人过去1年来已经适应了当地，但我没有，我感觉好像是来度假一样。大美课题去参加夏令营，小美比赛留在家里。我因为想学电视脚本，已经向当地的 ABC 新闻网申请实习。我即将踏进电视界了，搞不好有哪个主播能介绍我认识蒂娜菲。我没拿到实习资格，但爸爸的表亲有个朋友在那里担任气象主播，所以他们还是允许我进去帮点忙。有人需要帮忙吗？没有。新闻台很忙碌，我又害羞，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坐在监控室里静静的观察。有一天，有一个制作人问我想做些什么。我想学电视脚本。经过几轮严格的批改之后，他们终于开始让我做一些当地新闻的脚本编辑工作。我好酷，太令人兴奋了。如果你发觉西夜市大海滩奔走仿佛变成了海滩游侠的场景，那是因为年度救生员大赛。这是我写的。我实习的那2个星期里，妈妈开始抱怨她下腹胀气，原因是吃太多花椰菜或是别的。我觉得我这几天老是在胀气，我也是。进入倒计时，胀气转变成疼痛，
小时，好痛。他开始四处看医生，家庭医生会上个胸部 X 光、妇产科。我们的生活节奏变了，我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床，爸爸开车载我去新闻台。我会把内在的迪纳非热情转移到撰写当地的无聊起点或其他的新闻上，我好苦。接着爸爸来载我回家，路途中他会告诉我妈妈的状况。今天呢，爸爸一开始有个医生认为他有某种消化方面的毛病，另一个医生怀疑他是不是有根肋骨骨折了，听起来都像差不多的我只是某种感染，或许他对这个那个过敏，或许他只是某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病。我们完全没有预想到那会是癌症。有天爸爸在我下班回家时，在车里接了一通电话，我翻了翻白眼，我很不喜欢我坐在副驾驶他讲电话。接着我听到他讲了那个字眼肿瘤科，刹那间我觉得全身血液好像被抽干了。癌症，只有我不认识的人才会得癌症，那是在煽情的妨碍宣传广告和5000米慈善义周中才会听到的字眼。我的家人才不会得癌症，妈妈才不会，我全身都麻木了。爸爸和我回到家，塞宾斯正在厨房里做饭。记不清10岁跟他说妈妈要去看肿瘤科，肿瘤科是什么意思？老天啊，我还得去解释给他听。去看医生那天，就在爸妈要出门前一刻，我突然从房中跑出来。妈妈是我用直发器的时候，把浴室的洗手台弄脏了。不懂为什么突然有一股冲动，想要在这个既不合时宜的时刻坦白这件事。好像我不希望跟他之间有什么未了的事情，但其实他只是去看个医生，并不是怎么样。瘤科检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周，我组装了一个宜家家居的衣柜，摆在卧室，目光呆滞，无聊的紧。某种情况加起来，我也得说那是个很可爱的衣柜。妈妈从医生那里回来后，爸妈从医生那里回来后，把我们叫进房间，宣布医生的诊断结果是卵巢癌第4期。医生说这种癌症很不妙。我过去只看过妈妈哭过一次，是小时候在某次葬礼上。这件事最严重的
塞宾塞离开房间去整理情绪，我则留在房里，在妈妈的肩膀轻轻地哭泣。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好一会儿，票选出来的冠军他是泪自尽。下这幅画哪里不对劲？一切都会变好的，健康无恙。我不晓得妈妈得了癌症后，我要如何回学校上课，从来没有看过我。于是我是希望她说我可以留在家里，但她却说没关系，凡事都有第一次。事情进展得很快，医生马上开出了治疗程，我们最快可以安排星期一开始化疗。亲戚也都通知了，从课底开始，他这段时间去了需要住宿的度假营。亲爱的，我们有些消息要告诉你。好心的朋友，我没见过的朋友的朋友，为我们送来很多食物，这部分倒是很好玩，我会尝到好多美味的非犹太食物。我传了一条笨拙的脸书信息给少数几个朋友，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好久不见，我只是想跟你说，介意炖菜和炖菜之间的食物，非犹太式鸡汤面、木薯、布丁、肉很多的千层面，并不是说我希望他们能做什么，而是我这样，我回学校后就不必跟他们解释。这则消息是惊天动地，初听到的是，我很害怕会忘记，我不想害得再想起来。为了防止这种事发生，我读书的时候不断地提醒自己，妈妈得了癌症，妈妈得了癌症，妈妈得了癌症。妈妈得了癌症，是癌症，妈妈得了癌症，我妈妈得了癌症。癌症，妈妈是我的妈妈得了癌症，她得了癌症。如何静静地痛哭一场？先确定你有充足的优质资金，这样就不必动用卫生间的厕纸，甚至厨房纸巾的，这更糟。穿上最舒适的衣服，总要哭完要喝很多水，这样才不会哭完因为脱水而头痛。找个可以挤压或是搂抱的东西，
次预约看诊和治疗都极度的耗费时间，无聊的程度有点像去捡菜打一飞，报酬很低的工。欢迎来到安正汉堡。真正的化疗跟我以前的想象截然不同，这是我想象的画面。肃静，肃静，独自待在病房里，穿病号服，要躺下还是睡着？这才是真正的化疗场面，基本上就像个美甲沙龙，区别在于座位旁边是一般的衣服、杂志、零食，打点滴的架子熙熙攘攘，不是美甲台。有时候我会陪妈妈一起做化疗，这个位置有人坐吗？我们会玩文字游戏或者讨论重要的话题，价格猜猜看，对老人家不公平，都是人寿保险和短期的广告。有趣的小常识，其实很多。化疗会找出所有生长快速的细胞并将之杀死，好的例如头发跟坏的癌细胞都会，要除掉坏的，我就不得也不除掉好的。另一种隐喻，化疗副作用给癌症病人造成的不舒服经常超过癌症本身，妈妈很快就出现许多副作用，恶心想吐，神经病般病变，肢体末梢出现无法消除的甚至感、疲惫、味觉混乱，多说食物尝起来变得难吃，骨头发痛。等到9月开学时，妈妈已经太虚弱，无法帮我搬行李回宿舍，所以是爸爸送我去。拜拜，亲爱的，拜拜，妈妈。跟1年前比，有天壤之别。妈妈帮我搬家，我的内衣抽屉长这样。爸爸帮我搬家，我的内衣抽屉长这样。搬回宿舍整体来说很顺利，除了大家交代情况的对话。暑假好玩吗？暑假都在做些什么？你做了什么好玩的事？暑假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我们去美健坊，跟他们讲我们暑假做了什么，和希望还在放暑假。我多希望能回答这样，我多希望能这样回答。其实我暑假过得很糟糕，我妈妈被诊断出卵巢癌第4期，我很难过，很害怕，我可以感觉到连我的心脏都在痛。实际上我回答，我们暑假过得还不错，我在新闻台实习，那些主播都好疯狂，最糟糕的恐怕是佛罗里达的4期了。害怕尴尬和害怕死亡的感觉，想象的吓人，我们总是想尽办法避免这两者，紧张的想用脸书事先跟亲近的好友讲了妈妈的事情，是感觉好一点，但也没那么好。你还好吗？我还好，那就好。尴尬，我无法放下心房，静静倾诉心里话。我很莫名的想保护朋友的心情，我不希望
校里的愉快的泰勒，笑容满面，有鸡丝滋滋，通心粉和深夜披萨就能干活下去。坐立不安，嫉妒过出席率占分数比高的课，悲伤焦虑的泰勒还好吗？拼命地忍住眼泪，仿佛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每次电话铃响起来，都吓得跳起来，给母亲的血红球、血白球、血红球和血红球指数数到不行。星期四半夜跟朋友玩波格拼字游戏，喜欢的男生有女朋友，只能把暗恋藏在心里，赶不走的沉痛只能继续藏在心里。我自动的用这种方法来面对。我应该接这通电话吗？开始电话铃声，课题或者是比赛，接起来，反正你比较情愿从妹妹那里听到坏消息。是爸爸，这个时间打来很正常，这个时间打来很怪。接起来，或许一切都很好。我在等待什么新消息？是我内心最不好听、很糟糕的消息了吗？是否真的吗？你确定吗？让电话进入语音信箱，接起来忍着听完。接电话屏住呼吸，听完电话，然后接下来这一天不是开心度过，要不就是颓丧绝望。让电话进入语音信箱，等我准备好再打回去。不管了，我可以接。妈妈接受癌症治疗时，我在外地上学，这表示每次看到她变衰弱对我都是个剧烈的冲击。她生病时，我总共只看过她几次，每次看到她都比以前一次还糟。注意表现法，抵达，我们开了一辆白车。抵达，嗨，亲爱的，认不出来了。以前的妈妈，现在的妈妈，浓密的眉毛，头发浓密，明亮的双眼，双颊红润，柔软好抱的身体，稳定的双手，强健的双腿，辅佐可爱的椅子，身材奕奕，喜爱尝试新奇事物，正准备开始经营一些艺术制的事业。现在的妈妈，头发、眉毛、睫毛都掉光了，荒诞，双眼无神，服用类固醇药物，脸会变得很重，做化疗的皮下导管，不受入彩的身体，摇晃的双手。欲哭反过来算，因为历程对他来说太杂。要穿底部防滑的毛线袜，因为神经末梢病变，无法下装食欲很差、脸皮都打不稳。
前的妈妈，现在的妈妈，现在的妈妈。我们试着保持乐观。第4期卵巢癌抗癌成功的故事。查无资料，你是否要查找第3期卵巢癌抗癌成功的故事？妈妈很努力地保持正常生活，无论这是什么意思。玩手机里面的游戏，那很耗费体力。不过冬天时我们得到了一个暂时的好消息，家人陪妈妈飞去芝加哥动手术。爸爸打电话给我，他这次终于不是告诉我坏消息了。小泰医生在动手术前给妈妈做了一次验孕，那是例行公事，不过他验出来是假阳性。医生又给他做了一些检查，结果他得的根本不是卵巢癌，他得的是绒毛膜癌。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一种宫内发生的癌症，还有无生请准备第4期还是能治愈。从那时起，不管妈妈变得有多衰弱，这股乐观情绪若是感染了我，我很确信她一定会好起来。放寒假时，我们全家搭了一座主题为犹太光明节的姜饼屋，参加社区竞赛，看糖果片，一边切成需要的形状。有那么一会儿，感觉就像旧日时光。我们明年应该报名参加美食频道的比赛。没错，虽然我们的姜饼屋在第3名，参赛者中得到了第3名，评审眼睛一定是瞎了。但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我实在等不及你赶快好起来，我也是。寒假快要结束，我离家返校前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会想你，要想我哦。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神志清醒的模样。痛苦瑜伽，不，拜托，拜托不要。为什么是我大声叹气做瑜伽？第4章，最早的一天。冬季学期过得很快，我上了第1门编剧课，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撰写第1部短篇脚本上，一切顺利。快到期末时，我整个人心情大好。再有5天，春季就正式来了。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我跟朋友到密歇根湖畔散心，坐在石头上喝咖啡冰沙，能出来走走真好。
抱着无限希望走下飞机，走下飞机总是令人兴奋。外面的夜色温暖，等着圣彼得克里尔沃机场。走进小小的几乎无人的圣彼得克里尔沃特机场，我打电话给爸爸问他停车在哪里。小泰，我还要45分钟才能到。我听了几次惊又生气，45分钟，抱歉亲爱的，今晚上很忙碌。空旷的机场上一片寂静，我努力地挥去空气中的愤怒感，专心读我的书。爸爸终于到达的时候，看起来怪异的安静。爸爸，我们要先去医院。我甚至不晓得妈妈人在医院，我还以为她这段时间不过是坐在厨房里拼命。在前往医院的遥远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家绒毛中式快餐，爸爸吃了些香橙鸡块，发泄压力。我这呆愣愣的注视着远方，真的很忧虑时我吃不下东西。到了医院，科迪、斯宾塞还有玛莎阿姨跟妈妈感情很好的姐妹坐在旁边的一张空床上，妈妈的脸因为服用类固醇异常重大，看起来已经完全变形。我瞬间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狂笑。妈妈的脸怎么了？停不下来。科迪和塞米塞被我感染，这副景象看起来诡异的毫不真实。虽然妹妹已经先在电话里指挥过我，但毕竟我是在妈妈癌症扩散脑部后的第一次看到她的模样。癌症和药物使她的性情大变，她变得爱碎碎念，会叫错我们的名字，而且会说出这辈子我们从没听她讲过难听的话。我和妹妹怕跟她讲话，所以我们在病房里用笔记本电脑上的聊天软件发信息给对方。那时候还不流行手机短信，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不让他听到的方式沟通。胆子很大呀，卡罗琳。我们的小伎俩很快被他抓到，他很生气，他无法好好的说出成串句子，这真是个对谁都不好的局面。妈妈问我能不能跟他一起过夜，我说好。我本来以为他是说让我像在家里那样陪他一起睡，但其实是要我睡在另外一张空床上陪他。医疗局是个糟糕的选择。我用手指和软钉牙膏刷牙，想办法和一入睡，但现实中的噩梦不断袭来，我无法入眠。当我在学校里写那些吹头的短篇脚本时，压根没想到妈妈的健康急速的恶化。她衰弱的像个90岁的老者，同时又天真的像个婴儿，不在乎世间怎么想。
就像个我不认识的人住在妈妈的身躯里、躯体里。问题是，连她的躯体已经不是她了。过去的她有一副被水泼到的画像，轮廓模糊，指掌发胀。我不断摇她的肩膀，想叫她快点逃出来。那绝对是我人生中最惊悚的一晚。但在那里惊魂夜里，妈妈也有短暂恢复清醒的时刻。我只想一直这样看着你。那短暂的一刻是我珍藏的压箱宝，以防哪一天我去电影试镜，需要表演现场哭泣。我也只想一直这样看着你。即使那一夜如此沉重，我仍旧没有意识到是谁。一悄悄逼近，妈妈自从被诊断出癌症后就不停出入医院，要输血、输液或是观察之类的，所以